7000多年前，河姆渡人在深入地下的木桩上面铺设木板，然后立柱架梁，构建人字形屋顶。从那时起，中国人慢慢从穴居或巢居的状态中脱离，开始和木头搭建的房屋结下不解之缘。丰富的资源让中国人选择了木头，而这种选择的反馈也是丰盛而充盈的。一间扎根泥土的房屋，让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安全感，从身体到精神。久而久之，在人字形中国大屋顶之下，木头、个人和家庭被紧紧融合在一起。湖北咸丰，森林覆盖率达80%的鄂西小城，一座吊脚楼即将完工。木材被以榫卯的方式相互连接，不用一钉一铁，整个框架被牢牢固定。这是个浩大的木建筑拼装工程，大大小小500多根木料被排成一片片木扇，等待被竖成屋。此锤不是非凡锤，鲁班是我金银锤，我上不打天了，下不打地，专打无房无地是邪魔要挟，我法锤落地是百无禁忌。复试一遍，起，右起，右起。吊脚楼被立在山腰，一道陡坡为立屋增添了不少麻烦。斗到方上，梯子成了方上，这个扇子该往龙门立起来。一个经验丰富的掌磨师总能轻松化解困难。万桃园就是这样的师傅。掌磨师，修建吊脚楼的灵魂人物。因为房屋要根据实际的地形和主人家的要求设计建造，掌磨师不用一张图纸，完全凭经验。房子的大小、布局就在他的脑中勾画，在这弹丸之地完美呈现。今天看到的那就是土家吊脚楼的正屋，它的结构部分之一。根据材力，根据地势，那外面再配一列，就掉下去了之后，就形成了吊脚楼。再把它一转出来，那两边那就形成了错几口，那就是土家甘南吊脚楼。咸丰地处武陵山的东部，这里层峦叠嶂，沟壑纵横。大山让筑屋变得困难重重，于是聪明的土家人用几根木头吊起了房屋，形成吊脚楼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空间。在这里，依山而建的吊脚楼随处可见，或单家别院傲立山间，或聚集成寨，掩映于古木翠竹中。他们是生活在山林里的土家人最爱的居所。因为我是生来吊脚楼，有深厚的感情。我认为那个老房子的话呢，比现在那个就是砖房呢，它好像呢还像洋气一些。在我们土家区来说的话，吊脚楼看得贵重的就是这个厢房。土家人的吊脚楼，正屋建在实地，厢房除一边靠在实地与正房相连，其余3边都用立柱架起悬空。这样的吊脚楼，既能通风采光，又能防蛇虫野兽。楼板之下还能喂养牲畜，堆放柴草。万桃园就是在这座吊脚楼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青年时光。我家原来7口人，都住在这个厢房，我和我老婆都住在个吊脚楼上。在休闲的时候，我老婆就那个吊脚楼上啊，打海的啊，补衣服啊，或者拿下袜子啦，比较通风向阳，可以站在那个吊脚楼上呢，看四方的景致嘛，还有大路上的形象。
万师傅的老屋历经了100年风雨，也承载着他无数的成长回忆。腐朽的柱子、破碎的瓦片，都在诉说着他的沧桑。万桃园希望能将它修缮。相遇相惜香河沙，乡情流传华山崖。唯愿此乡才居处，深宫。土家人栖居于山林，也敬畏山林。进山前敬山神，是他们依然保留的古老风俗。今天进山是为了选一棵可以用来做立柱的木材。万师傅看好杉木，杉木高大通直，木质较软，不开裂，耐腐蚀性强，是修吊脚楼的首选。就是那根可以的。被万师傅加工后，这棵杉木会变成一根崭新的立柱，替换掉老屋已经腐朽的立柱，立于老屋的屋梁之下，延续着老屋的寿命。一棵长于林间的树木，一个遮风挡雨的家，就这样被联系了起来。万师傅从小与外公学习木工手艺，18岁就出师做了掌磨师。掌磨师意思是掌控墨线的师傅。一根木材，无论是削、刨、锯、锉，都离不开墨斗中墨线的先行测量。修建吊脚楼没有复杂的工具，甚至不用一个铁钉，只靠着在柱子上凿穿孔眼，以榫卯衔接，就能抵挡住100年的风雨。朴素的建屋法则，在实践中获得，经过一代代木匠的积累，才有了今天土家人牢固的家。老屋里几十年没使用过的火坑，被万师傅整理出来，加上三脚架，就成为土家人的传统厨房。这里曾是万家最重要的活动空间，家庭聚会、招待客人都在这里进行。我家加点菜。哦，我加菜。78岁的老瓦匠和儿子小瓦匠是今天的座上宾，他们和万桃园一样，也是这座吊脚楼的主人。我们那栋老屋呢，在以往呢，它就有2姓人，姓万和姓徐，生儿育女嘛，那只有几代这一栋屋的居住嘛，那就那一大干就变小干，小干又变小干，做了11家人户。他古人都说的了，千金只为来相邻，哪怕是2姓也当一个。喂，王爱群，进来吃饭了。好，加时，那个炒得不好，莫见怪啊。一栋吊脚楼里有了2姓人，一个山坳里出现了成群的吊脚楼，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住在一起，情浓似血。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，人们就已将一个大房间分割成若干小房间，供不同的家庭居住。立柱架梁，围屋而居，木结构房屋将空间随意切分，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民居文化，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于个人与族群关系的认知与理解。老屋的修缮还在继续，而新的一天，一座崭新的吊脚楼即将完成。4
喜日良，是天地开场，主家请我祭栋梁。栋梁，栋梁，你生在西密山上，是长在洞。梁幕被徐徐架起，一段段服饰被万桃园吟诵。这些即兴而作的祝福歌，为主人即将落成的新屋送上美好祝愿。山山好花，丰收一杯，谈的是金玉满堂。我一上龙来，龙先早啊，二先福来。修屋起楼，土家人生活中的一桩大事。一栋吊脚楼完工，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起点。抛洒粑粑和糖果，以示主人年年有余，五谷丰登。万桃园见证了数不清的吊脚楼拔地而起。看着这些木料拼接成屋，变成土家人温馨的家园。中国人选择伐木造屋，这些来自林间的材料在另一个空间重新站立，再次生长。立柱、横梁、人字坡屋顶，组成最简单也是最基础的房屋结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木结构建筑也从最初的遮风挡雨，逐渐成为中国人心里最具牵绊的精神寄托。2017年9月14日，江西省乐平市黔西徐家村的村民正在为晚上的大戏做着准备。这几个村民正在做的事情被称为拆响板，在当地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仪式。响板拆除完毕，意味着戏台已做好准备，只待高朋满座，便可余音绕梁而不绝。哦，这个祠堂很老哎，这个祠堂。胡发忠，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传承人，16岁入行，从爷爷那里接过了这门手艺，至今已有40年。这个你看到这个画面吧？这个画面都是那个明末清初的工艺，那个特征很明显。这座名叫敦本堂的戏台，始建于清初顺治年间，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地方，是吧？那个梁子都把它顶起来了。你看这个凤凰尾巴都断了，在这里坏的地方都要全部要皱下。张灯结彩，几百年前，这里曾经灯影婆娑，曲声袅袅。如今曲终人散，年久失修。40年和戏台的耳鬓厮磨，胡发忠对这些已经雕朽的木头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而他今天的到访，就是想将这座古老戏台修缮如新。
乐平人看的戏叫赣剧，是江西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大戏剧种。因为对赣剧的痴迷，戏台也成为了乐平人生活中极具象征意味的存在。这一方由木头构建的小小天地，上演着大千世界。戏如人生，百转千回，各中滋味，唯有看戏的人独自品味。乐平戏台种类众多，无论是祠堂台、万年台，还是宅院台，在村民们心中都有极高的地位。这和戏台长久以来所具有的高台教化功能不无关系。戏文中唱着仁义礼智忠孝信，戏台的建造也是大方庄严、金碧辉煌，可以说是当地乡民的精神纽带。下次吧，你看，一个都坏的，看到吧？对。正式动工之前，胡发忠特意请来他的老师谢师傅为这次的维修画图。1张9啊。无论是戏台的维修还是建造，画图在其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是只有主墨师傅才能操刀的工序。一座戏台大到空间的面积，小到一块雕花的位置，都在动工前的图纸里标注清晰。可以说，在戏台完成之前，主墨师傅的心里已经有了一座完整戏台的模样。几千甚至上万个数据在他的脑海里排兵布阵，一丝不差，堪比一台计算机。由于墩本堂的大梁和立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，秉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，师傅们需要在自己的工厂先试做一批样品。这个度高上面的那个指针跟那个戏台上是对折的吧？是一样的，下面是梁子，上面是画方，画方上面有这 T 路画方、L 路画方，都有的在上面。主墨师傅呢，有一个最神奇的东西，也是个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叫度高，我们这边讲叫度高。一栋建筑的所有的数据，全部是计算在这个度高上面。谢师傅呢，这根度高呢，跟着他已经10几年了。每栋房子完成呢，他就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数据全部把它用那个刨子给它刨掉，刨掉了再做一栋另外那个新建筑呢，再把它重新就标上去，每次都这样。眼前的这根度高，如今只有10几年前的1半粗细。上面的每一个数据都代表着戏台的大梁、藻井、翘角。很难想象，这就是一座富丽宏伟的戏台最初的模样。每完成一座戏台，就刨掉上面的痕迹。度高变细了，师傅变老了，戏台变多了，而文化就这样变厚了。乐平戏台所用的木料主要有杉木、红心木、香樟木等，这些木材全靠老师傅们手工加工。老师傅们相信，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加工出的木料，才更能还原出戏台悠久传统的气质。修缮所用的构件还在准备，师傅们先安排了一次戏台藻井的试拼。藻井是一座戏台的生命，在没有音响的年代，它就相当于戏台的扩音器，将演员的唱腔远远地送出。可以说，判断一座戏台的好坏，先看藻井的工艺高低。那一个戏台的制作藻井是在里面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所以讲它的那个制作工艺呢是很严谨的，很精密的。藻井由纯榫卯结构搭建，
拼接师傅们纯手工拼接，手法和力道尤为重要。榫卯构件拼接过松，凿井不聚音；拼接过紧，声音回响弱。因此，在整个戏台建造中，凿井都是由最有经验的师傅负责。2338个构件，4、5个师傅拼了3天，试拼的凿井要在今晚完工了。这是一个圆形的13层凿井，直径8米，深4米，层层叠叠，精工夺目。可以说，中国传统木作精巧的工艺，就浓缩在这一方凿井之中了。是4.2公分，4公分，这也是4公分，这4公分多一点，4公分3。维修正式开始了。第1天的任务是将戏台上方一直断掉的凤凰修好。工程并不复杂，难在工艺，那就是雕刻。文武天官满堂福，五子登科半寿图。只要是寓意吉祥的内容，都可以成为雕刻师傅发挥的题材。刻、凿、削、锤，一只鸟，一朵花，古人对生活的观察由木头记录了下来，并由此传递给我们。而今天的每一次下刀，则都是对往昔的回望。现在把你接过来了，啊。这是敦本堂维修的第1步，也是最简单的一步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这座300多年前戏台的风采，将一点点被今天的匠人们复原。架梁建屋，插船起台。木头为中国人提供了栖身之所，让我们的精神得到充分滋养。这不得不说是一件神奇的事情。泥土、石头、树木，在可用的建造材料中，中国人选择了用木头搭建房屋。也许，正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木头更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。温润挺拔，柔韧可塑，这何尝不是我们可以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？